治愈系恋人仅播2集，收视拿下全国第一，但翻看评论，差评铺天盖地。治愈系恋人究竟烂成什么样，就连央视也拯救不了。结合豆瓣差评，不难看出网友弃剧主要有2大原因。治愈系变治愈系，剧情到底多离谱？治愈系剧情能再扯一点吗？现在的国产剧都怎么了？宣传诈骗，剧本烂得像让人吃屎一样难受。看剧之前的我能离谱到哪去？看剧之后的我只能说，这剧情放到什么时候都是相当的炸裂。为了给男主顾云峥，罗云熙是硬熬医学专家的人设，刚出场就安排一场远程指导，结果漏洞百出，患者目前轻度昏迷。格拉斯哥评分是多少？6分。不查点资料还真被你骗到了。格拉斯哥评分简称 GCS 评分，分数越低意识障碍越重，3至8分为重型昏迷。男主也有专家的本事，不看脑部 CT， 靠一通电话和自己的想象就判断出患者病情，准备手术。好家伙，你不会是和隔壁的许沁医生是一个学校毕业的吧？女主更是厉害了，电钻做手术。弃医从商的女主苏维安，张若楠是目睹一场车祸，看司机受伤，情急之下在马路上做了个小手术。忘了说了，她弃医，弃的是医学生的身份，不是医生。不知苏维安从哪掏出一把电钻、小刀和一瓶某某牌的酒，将酒倒在电钻上，消毒完毕，拿着电钻就在伤者脑袋上钻了一个洞。某某牌酒自己都不知道还有消毒的功能，让苏维安给开发出来了。不清创，不备皮，不拍 CT 确定出血位置就算了，还不给伤者打麻药，大马路上直接开颅，和许沁生剖的操作如出一辙，更确定你们是一所学校的了。还有人说编剧是医学博士，剧本没有以往医疗剧那么多医学办，怕不是上网课的医学生没有医院要，改行当编剧怒闯娱乐圈了。除了医疗部分，其他的剧情更让人无力吐槽。比如为了躲避得罪的将军，苏维安恰巧得知顾医生在招翻译，便厚着脸皮找到顾医生。顾医生一开始态度坚决，就是不要，谁知国外的医生恰巧过来说了一长串外语，小助手还没来得及用手机翻译，苏维安就抢先一步说出意思。顾云峥一听就同意苏维安做翻译的请求。顾医生，你是不懂装懂还是假装不懂？他翻译出来的不看一眼你就知道是正确的。还有旁边的黑人大哥，苏维安说啥你听懂了，为啥不直接和顾医生说中文呢？而且女主的人设也非常不讨喜，想让邻居家的孩子治病，放着白天不去正大光明的买药，非要等到晚上偷偷摸摸的偷药，还要留下双倍的钱，是偷的感觉更刺激更好玩吗？还有明明只做翻译的工作，人家医生在那做手术呢，他非得来句方医生，你手千万稳住，接着输出一堆专业术语。方医生是可以上手术台的资深医生，苏维安医学生都没当够年头，别指导人家手术了。这句你就看吧，一看一个不吱声。男主瘦得太出戏，毫无 CP 感。你们男208能不能吃点饭健健身再来演戏？性缩力 Max， 男主的身材和哪个女演员都毫无 CP 感，男主别演现偶。没错，本剧的另一大槽点就是罗云熙过瘦的身材，他都瘦脱相了，脸颊凹陷严重导致整张脸又细又长，拍全身时显得肩膀更窄，而且本来身高就没有优势的罗云熙与其他男演员同框，直接被秒杀，大头2字的既视感。女生都没有罗云熙娇小，张若楠已经够瘦了，但与罗云熙同框时，整个人比她宽了一圈，两个人不像是情侣，更像是姐妹，就别提罗云熙的男友力了，她像是风一吹就要飘走的骨架。其实这也不是罗云熙第一次被吐槽身材了，早在《长月烬明》中，罗云熙骨瘦如柴，脸长得好像鞋拔子，穿上肥大的衣服总有种小孩扮大人的感觉，还被网友吐槽成风干螳螂。不过早些年的罗云熙虽然也瘦，但给人的感觉是健康的。
尤其是香蜜沉沉烬如霜中的润玉一角，虽是男二，但角色前期的儒雅和后期的霸气被罗云熙完美诠释，让他收获了不输主角的人气。此时的罗云熙颜值也在巅峰状态，面部线条流畅，脸颊饱满，五官立体，古装扮相在内娱十分抗打。没想到此后的罗云熙在瘦的路上一去不复返，除了身材，罗云熙的演技在这部剧中也没有得到发挥，全程面瘫，表达情绪只会干瞪眼，一会儿配音一会儿原声，听得人太出戏。女主张若楠的表现也没好到哪去，眉头好像被胶水粘住了，不管角色什么处境，说什么话就一直皱着眉。治愈系恋人到底在搞什么？说是医疗剧，几集下来医疗的镜头少之又少，仅有的部分医疗知识相当雷人，别说对医疗领域有专业背景的观众了，普通观众都能挑出一堆问题。说是披着医疗外衣的偶像剧，角色设定太悬浮，为了彰显人物的主角光环不择手段，刻意制造的冲突不合逻辑，两位主角更是一点 CP 感都没有，还硬拗氛围感，看得人头疼。偶像剧拍不好，医疗剧拍不明白，治愈系恋人简直烂出了新高度，这剧还能上新央视？你对这部剧有何评价呢？